很多人在初学单板的时候都会非常害怕速度，当速度过快的时候，所有的动作都会变形，你的重心会后坐，你的身体会失去平衡，而下一秒当你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，你已经躺在地上了。我们怎样才能安全有效地控制速度呢？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单板进阶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——速度的控制。下一次当你觉得速度过快的时候，专注于短期可以控制的变量，会为你的单板滑行带来更好的体验。大家好，我是瑞士坏人 KK， 欢迎来到我们单板进阶教学第2期速度公式。影响你滑行速度的有这么4个核心要素：坡道、转弯的弯形、弯的大小和搓雪。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你怎么样控制这4个要素，来达到最终控制速度的目的。影响速度的主要有4个因素，4个。第一个概念非常好理解，就是坡度。当然了，坡越陡呢，我们速度越快。在不合适的坡度练习的话，你的动作不仅会变形，让你非常难进阶，而且滑雪体验感会非常的差。想想你第一次被你的朋友带上黑道时的感觉。那么坡度的第2点就是它是可以人为的控制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下面这个坡，我们直着往下的时候，它的角度大概是20度左右。但如果我们改变前进的方向，不是顺着坡直着往下走，而是朝坡的侧面走的话，它实际上的倾角就会小很多。当然，这些具体的公式和 Python 代码我是用 Grok 生成的，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玩一玩。那么往侧面走的过程中，我们就要引入坡度的第2个概念，也就是弯的形状了。我们弯的形分为2种，一种是闭合弯，一种是开放弯。闭合弯你可以想象一个大的 C 型，每一个弯结束的时候都会横过来朝坡的侧面走，侧面走的时候都不会再加速，所以你的速度会比较慢。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更偏 S 型的，或者说你每个弯转过的角度都小于45度，那么这就是比较开放的弯型。越开放，你的速度就会加得越快。我们先来演示一下，在滑闭合弯的时候，你的速度会比较好的控制。我们往侧面走，不会做很多加速，然后转过来之后，依然多往坡的侧面走。这个时候我们再进入下一个弯，我们整个的速度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，非常均匀，非常缓。那如果同样的坡度，我们把弯形滑得更开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速度就会明显的增快。这个就是开放弯和闭合弯的区别了。好，当你觉得速度快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到闭合的弯形，这个时候又可以让你的速度减下来。好，那么我们在弯形的控制，除了开放和闭合弯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弯形的大小，我们叫大弯和小弯。你就觉得小弯速度更快，还是大弯速度更快呢？先滑一下闭合的小弯，闭合弯如果滑得很小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回转。好，在这个坡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弯形控制得很小。转弯半径大概在5米以内，因为转弯半径小，速度快，我们直板朝向山下加速的时间就会非常短，不会过长的时间处于加速的状态，让我们能够更容易的控制滑行的速度。闭合弯也可以滑得很大，更接近我们的刻滑。当我们把弯形滑大的时候，你看速度就会变得明显快很多，因为我们在滑大弯的过程中，直板朝山下的时间会更长，加速时间也会更多。你看有没有人？当我们滑大的时候，速度明显比刚才要快很多。同样的道理也适合于开放弯。如果小的开放弯，你可以更容易的减速，而大的开放弯，你的速度就会真的增加的非常快。像现在这样，好。我们接下来就要说到控制速度第4点了，也就是我们搓雪的多少。随着我们往坡的往下滑，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，这个动能会积攒的越来越多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动能释放呢？也就是通过搓雪来控制我们的速度。我用一个开放弯去演示啊。开放弯不搓雪的时候，每次都在走刃，速度会越来越快。但如果我开始搓雪的时候，就会把动能传递到雪上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会把雪往身体的2侧推。那如果这个时候是个闭合弯的话，我们的雪甚至会往山下推。这个时候你会把很多动能传递到推出去的这个雪上，这个时候你的速度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不控制速度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加速，一直走刃，那么速度就很容易会积攒越来越快。
走刃的时候，我们的板在雪上也画的是一条线，并且很少有雪从我们的板的侧面飞出来。不搓雪的话，这个会更接近一个刻滑，速度会加得很快。好，那最后开始搓雪了，速度一下子降下来了。当你速度过快或者过慢的时候，时刻想一想，这4个要素中有哪个是你可以改变，有哪个是你不可以控制的，那么你就可以安全快乐滑行大山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速度的4个要素了：坡度、弯的形状、弯的大小，以及对搓雪的控制。专注于短期可以控制的变量，或者调整，比如说坡道那些的长期的变量，会为你的单板滑行带来更好的体验，也能让你练火练技术更有效率。除了对速度的控制，我们下期还会聊到单板滑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方式——核心带转。想要了解的小伙伴们，记得关注，不要错过哦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KK，我们下期再见。